我从手术室中缓缓走出，耳畔响起了责任小护士急切的呼声：“许倩倩家属在哪里？有谁是许倩倩的家属？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在他呼唤到第3次时，我挣扎着回应：“木木，别嚷了，推我回病房吧。”小护士愣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同情：“倩倩姐，你还在术后恢复呢，怎么能没人照顾你？”我轻舔干涩的嘴唇，轻声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一个人能行。”他轻轻叹了口气，默默地推我回了病房。他细心地用湿棉签滋润我的双唇，还轻轻把宝宝放在我身旁，以安抚我。看着宝宝那皱巴巴的脸庞，我心中一酸，却仍强颜欢笑：“木木，你去忙吧，我这里没问题的。还有，木木，真的很感谢你。”小护士的眼中满是不舍，但她还是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，然后转身离开。我打开手机，屏幕上显示着与李飞的聊天记录，停留在他说要加班的信息上。再往上翻，是他曾许下的承诺，说要陪我一起度过生孩子的艰难时刻。可是从昨晚进入手术室开始，我给他打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，最后甚至关机了。半夜里，疼痛让我无法入眠。我翻开手机，却意外发现李飞发的朋友圈忘记屏蔽我，他怀里似乎还拥着另一个女孩，心中的委屈如潮水般涌来。我曾以为只要我真心爱他，他就会同样爱我，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沉醉在酒吧的喧嚣中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拨打了婆婆的电话。嘟，电话正在通话中，我不停地重拨，终于接通了。婆婆不耐烦地接起电话：“喂，小慧现在有孕在身，我得去照顾她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“妈，我刚生完。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小姑子撒娇的声音：“妈，我想吃车厘子。”“好嘞，马上就来。”“倩倩啊，你看我现在走不开，你找自己妈帮忙吧，谁生的孩子谁负责，你说是吧？”没等我说完，电话就被挂断了。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妈妈，当初执意要和李飞结婚时，她坚决反对，我却瞒着她和李飞领了证，还因此与他闹翻。那时李飞紧紧抱着我，一遍又一遍地承诺会对我好，而婆婆也含泪表示会把我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但我忘了，若只是像的意思，就像现在她在亲女儿和我之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我放弃。她甚至不关心宝宝是否安然无恙。我突然回想起这1年多的婚姻生活，除了婚礼那天妈妈来看过我之外，我们再也没有联系过。而我因为内心的愧疚，也一直没有主动找过她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又怎么有脸去求她呢？难产后的饥饿与下体的疼痛交织在一起，我的意识渐渐模糊。梦中妈妈坐在我的床头，温柔地抚摸着我。我突然惊醒，泪水连连，睁开眼却看到妈妈正在为我擦拭因输液而肿胀的手。“妈！”我鼻子一酸，泪水夺眶而出。“妈，我错了。”我第一次在妈妈面前痛哭失声。哭有什么用？妈妈依旧是一副女强人的模样，但眼里的心疼却难以掩饰。收拾一下东西，跟妈走，咱们去最好的月子中心。我突然愣住了，和李飞在一起的这1年，如同噩梦般的生活，让我几乎忘记了我妈是个市的首富，我也曾是衣食无忧的大小姐呀。当初结婚的时候，婆婆对我百般讨好，我只觉得她是爱屋及乌。直到她看到我和李飞结婚后，我妈就和我断了联系，
甚至不给我1分钱的时候，他的态度就出现端倪。起初他还会劝我和我妈服个软，可日子久了，他发现我和我妈彻底断联之后，就态度大变，好像当初拉着我的手一定要我进门的不是他一样。他开始挑剔我做事不利索，说我没有工作，只知道花李飞的钱，连家务也不知道做。后来我从一开始的什么都不会，到现在工作结束回家之后的家务全包，我已经逐渐看不出从前娇生惯养的样子。我原本以为我的一生就这样了，却没想到这一生还能再见到我妈。躺在全市最好的月子中心的床上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像活过来了一样，耳边没有宝宝日日夜夜的啼哭，产后身体的损伤也在他们细心的照顾之下慢慢恢复。妈妈虽然对我有气，却还是会天天来看我，顺带看看她的外孙。时间一久，她扑在宝宝身上的时间比我还多。她说能在宝宝身上看到我的影子。月子做到一半，我才意识到这接近1个月的时间里，婆婆和李飞一次都没联系过我。算了算，也应该到小慧生产的时间了。再次打开婆婆的朋友圈，最近更新的一条是母子平安。照片中，婆婆和李飞虔诚地守在手术室门口，仿佛是最虔诚的信徒。如果不是知道他俩是亲兄妹，只怕我都会觉得他们是幸福的一家人吧。退出微信后，手指顺势滑到了妈妈婚前送我房子的监控软件。打开后发现，婆婆在我的房子里伺候小慧坐月子。和李飞结婚前，妈妈全款给我买了这套大平层，婚后给的嫁妆也全都在这里。可我从来没有和李飞提起过，他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我突然想起前不久李飞旁敲侧击我妈有没有给我留什么东西。我记得妈妈当时的叮嘱，留了个心眼，并没有说告诉过他。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知道我有这套房的除了我妈，还有一个人。很快就验证了我的猜想，因为下一秒我就看到李飞带着一个女人出现在了我家。那女人我认识，是我曾经最好的闺蜜冯琴琴。当初心疼她刚刚毕业无处可去，我把这里的钥匙给了她，可没想到她居然会和李飞搅在一起。琴琴，过2天等我从那个贱人那继承遗产，我就来娶你。这个大平层我写你的名。女人一脸娇羞地扑进李飞的怀里。好啊，不过你就那么确定他已经死了？那当然了，早在他生产前，我就在他的杯子里下了药。他这一胎绝对是难产，况且这都半个月了，他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又没地方可去，可不就是死了吗？视频里李飞胸有成竹的声音让我感到恶心。我突然想到生产前1晚和我冷战了很久的李飞突然主动拿着水杯进来哄我，我以为他知道他错了，却没想到他想用最恶毒的手法将我害死在产房里。怪不得我生前各项检查指标都合格，却在生产的时候受了那么多罪。看着监控里住在我房子里的那几个人，我突然没来由的恶心。与此同时，一个邪恶的计划突然冒了出来。还回去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妈妈突然站在我的身后。回呀，当然要回了，当然要回去报仇了。月子之仇不共戴天，况且这还想杀我呢，这样才是我的女儿。我和妈妈相视一笑，像是找回了曾经的那种默契。我在监控里看着他们一家在我的房子里和和睦睦地过日子，而我曾经最好的闺蜜冯琴琴就像是把这当成自己家了一样，不止一次地在朋友圈发站在我家阳台上手持高脚杯的照片，并配文23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努力的样子真美。
朋友圈共同好友都是一片的恭喜和祝福，还有不少人主动拿我和她做比较。你和倩倩不愧是闺蜜，就连房子的规格都一样呢。倩倩哪能和琴琴比？听说前几年嫁了个穷鬼，和家里断绝关系了，真是恋爱脑上头。冯琴琴的朋友圈一下子开始被我的名字刷屏，原本炫富的算盘没打响，没过一会就恼羞成怒，把朋友圈删了。看着监控里和李飞发脾气的冯琴琴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接下来让他抓狂的可不止就这么一件事了。依我对冯琴琴的了解，此时为了装阔的她一定会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再次组局。没过多，她就在大学同学群里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，而当天她也算是不负我的期望，从我的衣帽间拿走了妈妈送我的500万的项链和一条价值20万的晚礼服。看着一身野鸡打扮的冯琴琴，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飞上枝头也变不成凤凰。出门前，冯琴琴对着玄关处的镜子笑得心神荡漾，像极了青楼里要去接客的女人。但很快她就笑不出来了，因为我报警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联系了酒店前台，因为不出我所料，他一定会去有我家股份的那家酒店。之前我带他去过，偶然有一次提起过他之后，去哪可以划我的账，并且妈妈说这几年每个月都会有好几笔的消费。他一度认为那是我，因此并没有追究。可现在就不得不追究责任了。看着酒店前台发来的监控视频，我不禁皱眉。价值100万的项链被他当作赝品一样到处展览，而那条价值40万的礼服却被他护得十分小心，就连旁边路过一个人，他都要小心地查看一番，并且还要十分刻薄地说上一句：碰坏了，你赔得起吗？小点心。班里大多数同学都敢怒不敢言，只敢小心陪着笑脸，私底下一个个将白眼翻上了天。要不是这次冯琴琴说她请客，谁愿意看她这副样子？就在冯琴琴在一声声阿谀奉承中飘飘然时，突然有人出现，给她泼了盆冷水。哟，这条项链不是被许倩倩买走了吗？怎么会在你的身上？说话的是当年同我们一起的官二代苏文龙。他漫不经心的语调顿时让冯琴琴变了脸色。你胡说什么？明明就是我的。哦，是吗？短短的2句话就让冯琴琴下不来台，其他同学纷纷开始窃窃私语。难不成冯琴琴真抢了许倩倩的老公，而拿了她的东西？谁说不是呢？毕竟冯琴琴从前连学费都交不起，还是许倩倩帮她交的。做人不能没有良心。就是眼看着对她指指点点的人越来越多，冯琴琴的脸色也越来越差。就在这时，服务员突然进来了。这个时候，为了缓解尴尬，冯琴琴一定会装大方请客。果然，下一秒，冯琴琴就避过苏文龙，拿起菜单趾高气扬地说：今晚我请客，大家想吃什么就点什么。说完便大气地将菜单往桌上一丢。听到这，那群嫉恶如仇的同学们纷纷开始拿菜单。苏文龙见此情景，十分不屑地离开了。只不过他的离开更是给了冯琴琴底气，他的头扬得越发高了。起初，一个同学试探性地点了一道价格在5万左右的鲍鱼片之后，看冯琴琴无关痛痒的表情后，便越发大胆起来，一个接一个，上菜的速度都赶不上他们点菜的速度了。反观冯琴琴，她那一脸的优越感简直快溢出了屏幕。殊不知，他们点的这一桌菜，其中不乏10几万的进口鱼子酱和酒店私藏的酒。
我倒要看看这一桌他要如何收场。就在这时，我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好友验证，点开一看，居然是苏文龙。虽然很疑惑，但还是通过了。毕竟今天也是他扯下了冯琴琴虚假的一面。通过后，苏文龙那边便很快地发过来一条消息：许倩倩，你不会真的被抢老公了吧？我就说这小子能有什么好话？当初一起上学的时候就处处针对我，放学路上跟踪我，往我桌子上放虫子，我倒是高估他了。就在我快要关手机的时候，又一条消息过来了：许倩倩，要是真没老公了的话，要不要和我谈个恋爱试试？皱了皱眉的我拉黑删除一条龙，世界都清静了。反观酒店那边，一部分人吃饱喝足后纷纷离开，跑的那叫一个比一个快，生怕冯琴琴不付钱，让他们平摊。而冯琴琴则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，还有一部分人跟着扭着腰肢，大摇大摆的冯琴琴朝收银台走去，大有一副要去收购这个酒店架势。就在冯琴琴一如往常去划账的时候，却被告知巨额订单不能划账。冯琴琴的脸色肉眼可见地慌了起来，眼看着门口跟来长见识的同学们，冯琴琴似乎又硬气了起来，掐着嗓子对着收银台的小女孩破口大骂：你什么意思？懂不懂顾客就是上帝这句话？你们经理呢？叫你们经理给我出来！短短几句话就把小姑娘吓哭了。就在这时，经理带着保安过来了。你好，请问是冯琴琴女士对吧？上面有交代许倩倩的账户不允许划账了，因此这一次的饭钱需要您自己支付。跟过来的那几个同学面面相觑，原来他真的是借着许倩倩的事。我说呢，以前那么穷，现在又怎么会这么大方？眼看面子挂不住的冯琴琴回过头，不耐烦地问了句：这顿饭多少钱？349万。这话一出来，冯琴琴掏钱包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。你说多少？你好，女士，是349万。你们诈骗，这是黑店。边说边抢过结账单，一笔一笔地对着数目，越往下对他的脸就越黑，一遍遍地重复着不可能，没钱就别装大款，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，这下搞得多丢人。跟来的同学们纷纷开始议论，但此时的冯琴琴早就已经顾不上他们的讽，开始皱着眉头打电话，但打了好几个都好像没有借到钱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摸了摸脖子，突然摘了项链。我能不能拿这个抵押？我靠，苏文龙这小子就是去给他送福利的吧？就在这时，警车声响起，我这才想起我早上报了案。与此同时，监控视频那头婆婆急得上蹿下跳，而一旁的李飞就在这时夺门而出，似乎是接到了冯琴琴的电话。原来狗急了也会跳墙啊！不过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，我看着眼前慌乱的一家人，得意地笑了。因为就在2天前，我以市场价的80%出售了这套位于市中心的大平层。视频那头，婆婆慌得口不择言，对前来收房的房客破口大骂。可她忘了，不是所有人都会我一样任由她欺负。婆婆摆出一副今天谁去动她谁就死的壮烈举动，可谁知新的买主压根不吃她这一套。很快，买主就以私闯民宅为由报警，110上门开始协调处理。可谁知婆婆还是一副胡搅蛮缠的样子，屡次打断警察说话，顺带趴在地上扯着警察的裤脚哭喊：人民警察也跟着坏人欺负普通民众了，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欺负我们孤儿寡女，
说完向小慧使了个眼色，小慧便很上道了，晕了过去。婆婆见状更是过分，一边撕扯着警察的衣领，一边用手指指着警察骂骂咧咧：“你个黑心警察，把我女儿吓晕了，你得赔偿！”边说边掉眼泪，情绪上头，忍不住给了警察一巴掌。原本目睹这场闹剧的警察瞬间黑了脸：“你这行为属于袭警，请注意！”谁知婆婆没有丝毫收敛，反而越挫越勇。呸！不就是个破警察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碰坏了我，你赔得起吗？说完又给了警察一巴掌，结果下一秒啪啪打脸，警察从口袋里掏出银色镯子。婆婆见警察来真的，瞬间晕了过去。就在这时，另外一个警察小哥立马拨通了120。喂，120吗？调案现场有人意外晕倒，请立即支援。听到这，婆婆和小慧再也装不住了，灰溜溜地从地上爬了起来。小慧有意收敛，轻轻拽着婆婆的袖子，可婆婆铁了心要把警察和新的房主赶出去，起袖子叉着腰，一副你敢进来我就和你们拼命的样子。警察见状，只好让买主拿出房产证，可谁知婆婆竟一点道理都不讲，直接夺过房产证撕了。这时那几个警察小哥的脸色又黑了几分，可婆婆还是十分不知趣的大骂他们是土匪，不分青红皂白就闯入别人的家里。小慧按住发飙的婆婆，捡起婆婆撕碎的房产证，偷偷扯了扯婆婆的袖子，把她拉到一旁，小声地说着什么。我猜她是看到了上面户主姓名。一时之间，婆婆和小慧脸上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似乎是不可置信，因为上面的的确确是我本人签的字。就在这时，小慧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突然拿起手机，像是在给谁发消息。结果下一秒，我的手机界面弹出了一条消息，不用猜也是小慧。既然是我签的字，那他们就笃定我还活着。这下怕是坐不住了。没过多久，李飞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我没接，却也没挂，就这样看着他打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我的手机关机。因为当初我在产房里也是这样给他打电话的，他也没接。另一边，我高中玩得好的死党发来了一段高中聚会的视频。视频中，冯琴琴在李飞身后哭得死去活来。不是我偷的，真的不是我偷的，是他送我的。冯琴琴一把将李飞推了出去。李飞无奈地陪着笑脸和警察解释：“对，是我从家里拿的，是我送给他的，不好意思，先生。有人报案，请配合我们到公安局进行调查。”冯琴琴听到这话，吓得腿都软了，一边往后躲，一边死死护住身上的项链。那狼狈的样子，不得不说，确实让人想笑。面对手拿银色手镯的警察小哥，冯琴琴一边躲，一边小心地打量着周围同学的窃窃私语。我就说嘛，冯琴琴哪来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东西？原来是偷的呀！你说会不会是偷了许倩倩的呀？岂止是偷东西呢？你看，把冯琴琴护在身后的那个男人，就是许倩倩老公呢。亏得许倩倩当初读书时对她那么好，换来的居然是这样的下场，居然做了闺蜜的小三。呵呵。听到小三这个词，周围人立马愤怒了。毕竟对于30多岁的女人来说，小三是她们最恨的一个群体了。不一会，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和鄙夷的神色都快要将冯琴琴淹没了。看着拒不配合的冯琴琴，警察小哥再也忍不住了，3下5除2就将手铐套了上去，并强制性将其拖上了警车。
而一旁的李飞试图阻止，却被警察一句妨碍公务挡住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冯琴琴被警察带走。而高中那一群老同学不仅幸灾乐祸地拍着视频，还不忘让临走的李飞买单。可他走得急，全身上下没带1分钱，可接这局是冯琴琴组的，那一群人哪里肯那么轻易就放过他。离开前，他被经理拦了下来，让他付那349万。李飞一听，金额瞬间腿软。可李飞他哪来这么多钱？一边到处打电话借钱，一边不断地咒骂冯琴琴，借了半天没有借到，撂下了一句：“我和刚才那个女人不熟。”便离开了。不是真爱吗？就这，实在看不下去这场闹剧的我，关了手机就睡了过去。等一觉醒来，已经凌晨3点了。手机上全是李飞打的未接电话和发过来的短信。许倩倩，你敢不接我电话？倩倩，那房子是你卖的吗？你卖了我住哪？倩倩，那些珠宝真的那么值钱？不会是你妈给你的嫁妆吧？你怎么不早说？你有没有把我当自己人？这样吧，你现在打给我20万，我就不计较你瞒着我这件事了。还有，给妈和小慧一人送1套，你妈送你珠宝，我们就还是一家人。对了，琴琴今儿借带你的珠宝被警察带走了，你去警局接她一下。许倩倩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装什么死呢？我看着微信里显示的99加的消息，实在是懒得往上看。想想也知道，是从一开始的谩骂，到后面知道我还活着时候的指责，后面又想把我当冤大头。只不过这回这个冤大头谁爱当谁当。从此刻起，我的人生信条只有一句，那就是心疼男人，倒霉一辈子。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吃了我的都给我吐出来。合上手机，去衣帽间挑了套最贵的衣服，抱着宝宝出门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慢悠悠地朝李飞原先那老破小的房子走去。还没进门呢，就听见李飞和婆婆在屋里不停地咒骂。我笑了笑，直接推门走了进去。他们2个人明显被我吓了一跳，婆婆整个人是肉眼可见的慌张，还有李飞眼里的无措，不是能装出来的。我清了清嗓子：“婆婆，我在我妈那坐完月子回来了。”说完便慢悠悠地将带的行李放到了原先的房子里。等我出来的时候，小慧便已经迫不及待地朝我扑了过来：“嫂子，你这月子怎么做的呀？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？”聊起这个，我可就不困了，立马忽略早已黑了脸的婆婆和李飞，拉着小慧的手就说了起来：“我妈给我报了100万1个月的月子中心，在那里我什么都不用操心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还有专人每日按摩，所以恢复得很快，并且比起之前，我的身材还更好了呢。”我一顿话说的小慧心旷神怡，不禁让她埋怨起了婆婆，边说还超胖，边让小慧摸摸我的皮肤。反观小慧脸色蜡黄，肚子上长满了妊娠纹，看起来十分恐怖。我故作同情地说道：“婆婆说她去照顾你了，我还以为她会把你照顾得很好呢。你在那么好的地方坐月子，你看看小慧，你居然还有脸来炫耀！”婆婆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。我别过头抹了抹眼泪：“婆婆，不是你说的，谁生的闺女谁照顾吗？我以为你会把小慧照顾好的，毕竟我妈说钱就是要给女儿花的。我妈愿意花钱让我去坐月子，你要是不想让小慧受苦，你也可以让小慧去月子中心啊。”我一脸委屈道。等我把她的原话还给她的时候，婆婆顿时也说不出话来了。只见小慧脸上埋怨更重，索性直接进屋小声抽泣：“许倩倩，你少说风凉话，
要不是你把你的大平层卖了，让小慧没有好的地方坐月子，小慧至于成这样吗？啊，你说房子啊？那你可真的误会我了，那是我的。可我妈她说要卖了那套房子，重新买个新的，记在宝宝名下。卖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在里面啊。我装作无辜的摸了摸宝宝的头。什么？你说你妈要给孩子买房？听到重点的几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我怀里还抱着孩子，立马从我手里把孩子接了过去。还是李飞先反应了过来，倩倩，你妈之前不是不管你了吗？怎么又会接你去坐月子呢？我眨了眨眼睛，总归是我妈妈，又怎么会真的不管我呢？况且我现在给我妈妈生了个小外孙，她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不管我呢？这么说，那套房子和那些珠宝都是你的了？李飞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婪。我故意压低了声线，小声地对李飞说：“对呀，是我的。我妈说她的财产都会留给宝宝，但是我妈不让我告诉你们，怕你们动歪心思。”说完，我意有所指地看了婆婆一眼。婆婆果然竖着耳朵偷听呢，不管她听到了多少，李飞一定会告诉她的，到时候就等鱼儿上钩了。好歹要把之前受过的苦都还回去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从第二天醒来开始，婆婆便开始嘘寒问暖，比起婚前，那真的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甚至巴不得把我捧到天上，甚至连正在坐月子的小慧都没有这个待遇。从前都是我做饭，可近来一醒来就可以看到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不同的早餐，我也安心理得地接受着，直到半夜口渴醒来倒水时，听到了他们一家三口的密谋。妈，你真的要伺候那个贱人那么久？你因为他都不管我了。小慧的声音在院子里回荡着，小点声，别把他吵醒了。放心，我每天都在他的水里加安眠药，他醒不了的。哥，还是你有办法。小飞，那我每天这么同候他也不是个办法，有没有什么主意呢？婆婆咬牙切齿地说道，似乎是恨极了我。我早就想好了，明天他去接他妈妈去商场，我在路上安排了人，会制造一场意外的车祸，他们家又没有男丁，到时候他们家的钱就全都是我们的了。你当初刚娶她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，现在还不是这个样子吗？婆婆略带责怪地说。哎呀，妈，那不是之前他妈不管她了，我以为这事就没指望了，谁能想到生个孩子就解决了，早知道就应该让她未婚先孕，说不定着急的就不是我们了。不过现在也行，总归是我们的。原来一开始他们打的就是吃绝户这个主意，怪不得在看到我妈不管我之后态度相差那么多。这个时候我不得不承认妈妈是对的。我看着眼前三个人属实有些套，如果不是我刻意安排，他怎么会那么轻松地找到愿意干这活的人，还那么容易打听到我的行踪？就连每晚放在我杯子里的安眠药都是提前被我换好的维生素，他还真以为我和之前一样那么蠢吗？第二天我快出门的时候，他们三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灿烂的笑容，直到我说出那句老公，今天你陪我去吧，我开不了车，他们三个人瞬间变了脸色。婆婆没忍住开口骂我，许倩倩，是不是把你惯得太过分了？出个门都要李飞送，没长手还是怎么的？我委屈巴巴地指了指怀里的宝宝，可是我抱着宝宝开不了车，难道你连开车送我都不乐意？说完便假装哭了起来。你要是不愿意送我，那我就不去了。听到这句话，李飞硬着头皮说了句，我送你还不行吗？婆婆和小慧脸上的颜色变了又变，可把我逗乐了。好玩的还在后面呢。
接到妈妈后，李飞在快到约定出事的地点后，开始疯狂找借口下车，都被我和妈妈无视了。李飞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，也确实如他所愿，出车祸了。只不过出平均会议指证的是他。我和妈妈安然无恙。把李飞送到医院的时候，小慧和婆婆匆匆赶到，一过来就给我了一巴掌。我明明说过了，不要伤着我儿子，一定是你这个贱人。我看了看医院周围的人，顺势捂着脸倒了下去。婆婆，你打我干什么？要不是你这个贱人非要小飞送你，现在躺在里面的人就会是你，怎么会是我的宝贝儿子？婆婆气势汹汹地说道：“妈，你什么意思？该出事的人是你和那个老不死的老太婆，而不是我的儿子。妈，难道你找人害我？”说完便捂着脸蹲在地上哭了起来。你就算再不喜欢我，可车上好歹还有你的孙子啊！很快，急诊附近的家属开始纷纷举起手机拍下恶婆婆的一幕。婆婆想打掉他们的手机，可耐不住他们人多。第二天，李飞人还没醒呢，婆婆早已上了热搜。恶毒婆婆安排车祸加害儿媳妇。婆婆躲在屋子里，对着我破口大骂：“丧门星！”我笑了笑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很快，没过几天，婆婆就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。因为婆婆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，就连往日一起跳广场舞的大妈都不理她。而就在这时，冯琴琴的判决书也下来了，因为盗窃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，而且酒店的那一笔巨款被他爸妈的房子抵押了。我去看他爸妈的时候，他们两个一夜之间老了10几岁。被连累失去工作的他们只能靠捡瓶子为生，最终还是于心不忍，给了他们一份公司保洁的工作，至少不用再流离失所。被网暴的第8天，婆婆疯了。接到小慧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和妈妈收拾行李，准备去云南度假。许倩倩，要不是因为你，妈怎么会疯？你快回来照顾妈，我还要去上班呢。不好意思，没空。倩倩，你说咱们去云南，先去哪儿看看呢？妈妈不知道我在打电话，适时的闯入，我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小慧就炸了：“嫂子，妈还在手术室，你怎么能带你妈去云南旅游呢？况且我还在上班，你走了，谁伺候妈？”哦，妈说的谁的妈谁伺候？我妈最近心情也不好，我带她转转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我没空和她唧唧歪歪。去云南的路上，我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，并附上了李飞出轨的证据。法院那边很快就批了下来，而李飞在知道婆婆疯了后，第一时间给我打来了电话：“许倩倩，你这个贱人，要不是你，我妈怎么会疯？我妈现在需要你，你快点回来伺候她。”我看着屏幕里咆哮的李飞，只觉得恶心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挂断了电话，拉黑了所有联系方式。没有联系方式，她依旧能找到我。于是带着婆婆来到了我妈给我买的市中心的那套房子前，一边疯狂敲门，一边喊着让我滚出来。因为害怕吵醒妈妈和宝宝，我只能出门面对。她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：“许倩倩，我妈要是有什么事，我和你没完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有把柄在我手上。你还以为我妈会给你留什么嫁妆？现在你妈都不管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脸赖在我这？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回来伺候我妈，否则我就把你妈当初给你的嫁妆全都卖了。”我轻蔑地笑了笑。李飞不知道的是，我妈已经帮我把所有财产全都转移到了宝宝名下，就算她想卖，也得看宝宝愿不愿意。我勾了勾嘴角，用10分挑衅的语气说：“哦，
那你卖吧，正好我想看看你会被警察抓几次。许倩倩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脸早被你丢尽了。我什么我？婆婆现在疯了，你作为儿子不应该好好照顾她吗？怎么还有空在这威胁我？还有，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回去照顾她？当初我生孩子的时候，她在哪？你出轨的时候，她在哪？你安排车祸想害死我和我妈的时候，她在哪？现在她疯了，想起我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晚了。许倩倩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你死皮赖脸要嫁给我的，现在你想离婚，做梦！当初我妈可是说了，娶你进门是我8辈子修来的福气，离婚你想都不要想，除非你死。李飞狰狞的样子，活像是一个疯子。我没有说话，转身回到了房子里，只留给他一个背影。很快，李飞因为婆婆的事被公司辞退，婆婆因为网暴被折磨得不成人样，小慧因为李飞失业和她大吵一架，冯琴琴因为盗窃罪被判10年，而李飞因为故意杀人未遂被判入狱15年。一家人总算是整整齐齐了。离婚后，我拿着我妈给的财产开始投资创业，很快就在商业界崭露头角。2年后，我在公司楼下开了一家母婴店，顺便开始带货直播，赚得盆满钵满。而李飞一家因为婆婆的网暴，小慧被公司辞退，李飞入狱，冯琴琴因为盗窃入狱，一家人穷困潦倒。李飞出狱后，因为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，选择了自杀。而婆婆和小慧因为受不了李飞自杀的打击，也相继离世。冯琴琴因为表现良好，提前出狱，可因为盗窃入狱的污点，没有人愿意用她，最后只能流落街头。而我带着妈妈和宝宝去了云南，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。后来，我在云南开了一家民宿，每天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，听着他们的故事，感受着生活的美好。妈妈和宝宝也在这里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快乐。我们一家3口在这里过上了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而李飞一家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他们的悲惨遭遇也成为了人们警醒的教材。而我从那段痛苦的婚姻中走出来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也找到了生活的真谛。我感谢那段经历，让我成长，让我坚强，也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。而李飞一家，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，也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归宿，只是那个归宿不再与我有任何交集。这就是生活，有苦有甜，有笑有泪。但只要我们勇敢面对，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